这位匈牙利国家队的00后队长外形英俊，是英超的新晋男神，也被誉为匈牙利的贝克汉姆。他球风潇洒，是中场的万金油，可以胜任中前场7个不同的位置。他也是匈牙利足球的希望，据说他和哈兰德拥有同等的天赋和才华。年仅22岁的他刚接过了利物浦传奇的8号球衣，被球队视为重返英超争冠的重要一步。那是否代表利物浦已经找到了下一个杰拉德？大家好，我是有一点像多米尼克的伊利。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位由红牛系足球俱乐部出产的潜力新星索博斯洛伊。2000年10月25日，索博斯洛伊出生于匈牙利中西部的工业城市塞克什白堡。在他6岁时，他的父亲老索博斯洛伊将他送到了维迪奥顿的本地青训营，为他打下足球基础。他的父亲是一位曾效力于匈牙利国内顶级联赛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在退役后创办了名为 Phoenix Goal 的足球学院。这个学院成为了索博斯洛伊童年时最常去的地方。老索博斯洛伊深知成为职业球员需要经历多少辛苦和努力，因此他对索博斯洛伊一直要求严格，特别注重培养他的个人技术。索博斯洛伊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父亲在我的成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为我花费的时间让我永远难以忘怀。每当训练结束，他总是要我进行额外的训练。实际上，我比同龄人在学院里训练的时间要更长。别人去电影院的时候，我去的是球场。除了父亲的督促，索博斯洛伊也自觉地进行额外的训练。他几乎每天都会加练100到200次任意球。此外，受到父亲采用的技术流训练方式的影响，他还常常独自练习在狭小空间中的摆脱和处理球的技术，有时一连练习几个小时。2011年和2013年的蒂罗尔青年杯是索博斯洛伊真正崭露头角的2届青年锦标赛，也因此使他成为欧洲各大球探所熟知。在这2届比赛中，他的球队 Phoenix Goal 面对拜仁、诺维奇、巴塞尔、柏林赫塔和萨尔茨堡红牛等青训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连续2次夺得冠军。身穿13号球衣的索博斯洛伊的出色表现很快吸引了萨尔茨堡红牛的球探们的关注。老索博斯洛伊透露，在索博斯洛伊只有15岁时，萨尔茨堡红牛就已经决定将他引进奥地利，但由于规定要求签约球员必须年满16岁，这一计划最终未能达成。随后，索博斯洛伊短暂地加入了 MTK 布达佩斯俱乐部的青训营，直到2017年，当时年仅16岁的索博斯洛伊正式加入了萨尔茨堡红牛。在与萨尔茨堡红牛的第1堂训练课后，索博斯洛伊立刻征服了萨尔茨堡体育总监弗洛英德，他赞叹道：“他真的才华横溢，也相当自信。”接着，索博斯洛伊加入了萨尔茨堡红牛 U18 队，并在2016到17赛季获得了奥地利青年联赛的冠军。在2017到18赛季，为了给索博斯洛伊提供更多比赛机会，弗洛因德决定将当时年仅17岁的索博斯洛伊租借到同属红牛体系的列夫宁参加奥乙联赛。2017年8月4日，索博斯洛伊打进了他职业生涯的第1个进球。随后，在对阵卢斯特瑙的比赛中，他上演了梅开2度，帮助球队以4-2战胜对手。在列夫宁一线队的期间，索博斯洛伊共出场33次，打入10球并助攻7次的成绩单。在2018到19赛季初期，索博斯洛伊代表列夫林在奥乙联赛中出场9次，打入6球。他的表现完全超过了预期，因此他很快被召回到萨尔茨堡红牛队中。值得一提的是，萨尔茨堡红牛当时的主帅马尔科罗泽正是如今莱比锡红牛的主帅，他是索博斯洛伊的恩师，给予了他许多在一线队比赛的机会。索博斯洛伊说：“他信任我，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在2018到19赛季，索博斯洛伊代表萨尔茨堡红牛出场20次，攻入5球，并贡献了6次助攻，为球队赢得了奥甲联赛的冠军。随后，主教练马尔科罗泽离队，加入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而当时的助理教练杰西马西接替他，成为萨尔茨堡红牛的主帅。随后，马西也成为了索博斯洛伊在红牛体系中的第2个重要发掘者和导师。在杰西马西的带领下，19岁的索博斯洛伊成为了萨尔茨堡红牛不可或缺的核心球员。无论是在中场中路还是边锋位置，他总是能用细腻的脚下技术和敏锐的后插，给对手制造了频繁的威胁。在5月29日的奥地利杯决赛对阵卢斯特瑙的比赛中，索博斯洛伊通过一记任意球破门，为球队开启了胜利之门。最终，萨尔茨堡红牛以5-0击败对手，并夺得奥地利杯冠军。
而在2020年6月10日的澳甲联赛比赛中，萨尔茨堡红牛以5-1战胜格拉茨风暴，索博斯洛伊上演了一场帽子戏法。在那个赛季中，索博斯洛伊没有辜负众望，他出场40次，打入12球，并贡献了18次助攻。这样出色的表现不仅回报了马西对他的信任，也帮助球队成功卫冕澳甲联赛冠军。此外，他还凭借出色的表现当选为澳甲联赛赛季最佳球员，进一步彰显了自己的实力。在2020到21赛季上半赛季，索博斯洛伊为萨尔茨堡红牛出场22次，打进9球，并送出10次助攻。凭借着在萨尔茨堡的出色表现，索博斯洛伊入选了2020年金童奖的20人大名单。除此之外，大俱乐部的邀约也纷至沓来，包括 AC 米兰、尤文图斯、阿森纳等都有意招揽这名年轻小将。不过，索博斯洛伊还是选择加盟德甲的莱比锡红牛。2020年12月17日，莱比锡红牛宣布与索博斯洛伊签订了一份为期4年半的合同，并以2000万欧元的转会费成为匈牙利历史上身价最高的球员。然而，在转会到莱比锡红牛后，索博斯洛伊却因为内收肌受伤而错过了原定于2021年1月9日在主场迎战多特蒙德的首秀。最初的伤势本应只需要休养1个月，但却延长至半年之久，这导致他错过了参加欧洲杯的机会。整个伤病期间，索博斯洛伊的康复历时长达224天，他也因此没能在该赛季代表球队出场。令人意外的是，球队竟然在索博斯洛伊还未踢过一场比赛的情况下，与他续约了1年，将合同延长至2026年。这个决定足以说明莱比锡红牛对年仅20岁的索博斯洛伊在康复训练中展现出的专业态度和成熟心态的认可。他们相信他有着巨大的潜力和能力，值得给予信任和支持。这样的续约决定表明俱乐部对索博斯洛伊的发展充满信心，并将他视为球队未来的重要一环。在2021到22赛季，索博斯洛伊的恩师杰西·马西接任纳格尔斯曼成为莱比锡红牛的新主帅，师徒2人在红牛竞技场再度相聚。千呼万唤之后，终于在2021年8月7日，索博斯洛伊在德国足协杯对阵桑德豪森的比赛中首次亮相，这是他康复后的首场比赛。同时，他也踢进了在莱比锡红牛的首个进球。随后的8月20日，索博斯洛伊在德甲联赛对阵斯图加特的比赛中大放异彩。他首先在禁区外25米处打进一记令人惊叹的世界级进球，接着又以一次很飘忽又鬼魅的任意球破门得分。这场比赛，他一举上演了2次精彩绝伦的进球。还记得他那超过200次任意球的练习吗？每一滴汗水都没有白费。现在，定位球已经成为他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他不仅进球技巧高超，他还展现出富有节奏感的盘带和传球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仅仅2轮比赛之后，索博斯洛伊就成为了德甲赛场上最耀眼的新星。在整个赛季，球队虽然经历了换帅，战绩有所波动，但是索博斯洛伊还是站稳脚跟，在各大赛事共出场45次，交出10个进球、9次助攻的数据。经过长达7个月的等待，这位匈牙利球员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期待。在2022年9月，莱比锡红牛在输给顿涅茨克矿工后，宣布解雇主教练特德斯科，并由马尔科·罗泽接任。索博斯洛伊再度与他在萨尔茨堡红牛的恩师相聚。2022年9月10日，在11月2日的欧冠小组赛最后一轮中，他在对阵顿涅茨克矿工的比赛中攻入1球，帮助球队4-0战胜对手，以小组第2的身份晋级。到了2023年6月3日的德国杯决赛中，索博斯洛伊以小角度射门得分，帮助球队战胜法兰克福，夺得冠军。在2022到23赛季中，索博斯洛伊在各项赛事中出场46次，并打入10球，送出13次助攻，和入选德甲官方赛季最佳阵容。这位匈牙利新星在莱比锡红牛的2个赛季中共上场91次，贡献了20个进球和22次助攻。换句话说，他平均每2次上场就能交出1次助攻或进球的表现。赛季结束后，有传闻称德甲和英超球会有意签下索博斯洛伊。在2023年7月，利物浦以7000欧元的转会费签下了年仅22岁的索博斯洛伊。据说，从传闻到完成整个收购程序仅用了4天时间。7月2日，他便已经完成体测，并正式官宣加盟，成为利物浦主帅克洛普本夏季的第2笔签约。看来利物浦在这次的收购中做足了周密准备，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完成了这项操作。对于这次的转会，
利物浦绝不是因为他的远射能力让人联想到杰拉德，或是他为贝克汉姆后的新一代英超男神来提高球衣销量，而是索博斯洛伊正处于职业生涯黄金时期的阶段，而且年仅22岁的他已经是匈牙利国家队的队长，并且积累了超过30场的国际比赛经验。这表明索博斯洛伊具备一定的领导力和成熟度，也是利物浦主帅克洛普时将他视为目标球员的重要原因之一。然后，正巧纳比凯塔离队，传奇的8号球衣正需要新的主人，这使得索博斯洛伊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这件球衣，成为利物浦的新8号。巧合的是，这对于索博斯洛伊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他从小就是杰拉德这位利物浦传奇队长的忠实粉丝。利物浦对索博斯洛伊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球队不同的体系中能够扮演多个角色，他可以在场上作为8号、10号甚至假9号的球员出场。此外，他还可以胜任中前场7个不同的位置。在莱比锡红牛的4-2-2-2或4-2-3-1阵型中，他通常会出现在中场靠右的位置。而最让克洛普满意的是，索博斯洛伊同样能够胜任左路的位置，特别是在匈牙利国家队的3-4-3阵型中，他经常扮演中场左路的角色。从理论上看来，索博斯洛伊的特点非常适合克洛普的战术。相信克洛普会在季前赛期间会尝试让他打不同的位置，以便找出他在利物浦中的最佳位置。目前最有可能的是他与麦卡利斯特一起在中场的左右两侧，这样的配置可能会使他与萨拉赫形成一个令人畏惧的右路组合。亨德森是利物浦在右路三角进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球员之一，他的领导力和对战术的理解在克洛普的战术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媒体和球迷们一直批评他缺乏创造力和进球能力。与此相比，索博斯洛伊的价值在于他既能送出致命的直传助攻，又能通过他标志性的远射直接破门，这使得他成为克洛普的中场进攻的有力选择。在面对密集防守时，索博斯洛伊的远射能成为利物浦攻破密集防线的利器。这种多样化的进攻方式为克洛普的战术体系带来了更多活力和创造力，也让人们开始思考他会否逐渐取代利物浦队长亨德森的位置。这是利物浦迈向重返争冠行列的重要一步。上个赛季的经历让他们意识到中场需要进行全面重建，而签下麦卡利斯特是一项明智之举。现在，红军又成功签下了一位正处于上升期的进攻型中场球员索博斯洛伊，这进一步宣示了他们在未来赛季争冠的雄心和决心。萨尔茨堡红牛前主帅杰西·马西曾多次表示，索博斯洛伊和哈兰德具有一样的天赋。然而，当提起德甲、莱比锡红牛和8号球衣，这就让利物浦球迷联想到了纳比凯塔。他当初也是以顶级中场和杰拉德接班人的身份来到利物浦。不幸的是，纳比凯塔在利物浦的伤病问题导致他离开时并没有留下光荣的印记，这使得一些球迷对引援索博斯洛伊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因为他们担心会重蹈覆辙。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索博斯洛伊只有22岁，仍然是一名非常年轻的球员，他需要一些时间来充分发挥自己的巨大潜力。毕竟，英超和德甲之间存在差异，这也需要给予他适应的时间和空间。对于利物浦的球迷们，你们是怎么看待这次的转会？欢迎留言分享。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影片。如果您喜欢我们的作品，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点赞并分享我们的影片。您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期待下次再与您见面。